战争如何影响比特币？比特币会跌到哪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就在昨天，以色列、伊朗发生的冲突，那战争会如何影响比特币呢？我认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。就在2年前左右，我们在2022年的2月24号，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其实当时盘面也产生了相当剧烈的波动。我认为当时盘面发生的状况可以拿来供我们现在借鉴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如果我们把盘面回到当时在2022年的2月24号，我相信当时如果有在看盘面的各位，大家应该是非常深刻的，因为当时呢，真的行动了过后，盘面就产生了非常剧烈的下跌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当时大概支撑是在37500左右，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次的测试，也都证实此处的支撑是有效的。可是各位可以发现，有一根 K 线它特别的突出，没错，就是这根往下插针的 K 线，这根下影线非常非常的长，它就是2022年的2月24号，也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当天，真的发生行动的当天。那其实我们当时呢，跟现在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。其实当时美国就有一直警告乌克兰，有提醒俄罗斯很有可能会真的入侵乌克兰。其实跟现在以色列还有伊朗的情况呢，非常非常的雷同。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根 K 线，当时呢，其实盘面它在走震荡。不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瞬间下跌了14个百分点左右，其实也是相当的夸张，而且我们也对重要的支撑产生了一次的测试。不过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周期拉长，它并没有影响到比特币整体的下跌趋势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熊市一样，我们震荡结束之后继续下跌。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当前的盘面来看，你可以发现没问题，真的发生的行动过后呢，比特币它下跌了，而且跌得非常的猛，确实。不过，如果说这只是短暂的影响，也就只有这个消息，后续如果战争没有被扩大，如果没有影响到总体经济，如果没有影响到石油等等的产业链的话，那我相信很有可能这次冲突的影响呢，只会影响到这根 K 线，无法影响我们整波趋势。那我们解读消息其实最终都是要回归盘面的，因为有反映在盘面上，才能代表这个消息它的有效程度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重要的支撑大概在$60,800左右，我们这次的下跌呢，正好对了这个位置的支撑做了一次测试。我认为这个支撑是无比关键的。如果说这个支撑被跌破的话，由于我们下方没有累积筹码，所以我们下跌的速度有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快速。所以如果我们跌破$60,800的支撑的话，我们会面临很立即的很重大的风险。但如果还没有跌破的话，我就认为还有一线生机。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，其实在还没有下破之前，盘面其实是对比特币的多头是比较有利的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呢走了一个上升三角，其实通常呢，这都是一个上涨中继的形态。不过，当我们下破之后，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、之前的直播当中，有不断的提到，如果这个形态被下破之后，那我们就需要时间来做调整。短的话，如果我们要再开启多头走势，短的话或许1-2周，长一点或许3-4周。那如果说我们1个月之后，我们多头走势还没有开始的话，我就认为我们接下来2-3个月是不会走多头了，那就会对盘面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或许是震荡，或许是下跌。不过，当我们跌破了我们原本的上涨的结构的时候，即使我们要再走多头，我们都会需要时间。那如果说我们跌破了$60,800的话，我认为我们现货的仓位、合约的仓位就会面临很立即的风险。那我们就要考虑，比如说平仓啦，比如说对冲啦等等的操作。不然，如果下跌非常迅速的话，就会把我们前期掌握的利润通通都给吃掉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观察以色列还有伊朗的战争，它会不会扩大？目前来看，好像有稍微的缓和一点点啊。不过我们要看后面的状况啊。好，那再来，其实这次跌最惨的是以太坊啊，这次跌最惨的是以太坊。以太坊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
当然，我们就不看以太坊的图表了，对不对？看的伤感情，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汇率。我认为汇率很多时候是比单看以太坊的图表要来的更关键的，因为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现在汇率破底了，它竟然跌破了我们在过往从2021年到现在接近3年的新低点，就在刚刚出现了。那其实这个低点它符不符合我们过往的周期呢？其实是符合的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我们在上一轮牛熊转换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我们接触到低点的位置时间点呢，大约是落在19年的年底，19年的9月到20年的1月份左右这段时间。那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来相对应到比特币的图表，2019年的年底到2020年的年初是什么样的行情呢？是什么样的阶段呢？大概就在此处。你可以发现，这大概是减半前一段时间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周期是符合的。我们现在离减半大概剩6天。我认为虽然说有一些偏差，但是如果我们以周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认为我们现在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汇率，它来到历史的低点是合理的。而且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呢，我们在最近找到了以太坊对上比特币汇率的低点的话，那我们后续就会上涨。那我认为这个最低点的位置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这半年左右，这半年附近。那当然我们做的交易主要是做右侧交易，也就是我们要看到有突破，要看到真的有强势了之后，我们才会去换的。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是以比特币为主，但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汇率真的开始往上走了，真的突破了底部的区间的话，那我会把比特币去换一些到以太坊身上。那如果要再加仓的话，也有可能是把 USDT 直接买成以太坊，因为这才可以为我们后续的上涨吃到很大段的涨幅。那当然以太坊的汇率下跌，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以太坊的 ETF 其实不通过的几率比通过大，至少在现在来看一定是这样子的。那我认为其实比特币战争对它的影响呢，短期来看当然很大，但如果我们把周期放大，影响也会有限。我认为最终比特币它会不会持续的上涨，会不会延续我们的多头，还是要取决于 ETF 现货 ETF 的流入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自从流入开始减小之后，比特币它就开始走震荡了，就没有显著的上涨，有涨有跌，但是幅度都蛮有限的。那我认为，如果比特币它要开启新的上涨的话， ETF 现货的流入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我们要看到大量的流入才行。如果只有微量的流入、小量的流入，对盘面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